大家好，本节介绍瑞能字板系统特殊功能线206背面标示，用于设定局部提花的背面标示。接下来实例介绍，这里有一个展开的局部提花花样，这里为两色的局部提花。在功能线206上，局部提花表示背面的行都有标识1号色。这里的1号色都是在展开局部提花时系统自动生成的，是不需要手动标识的。这一行就表示背面组织。这一行的1号和2号色分别代表嵌花和231的沙嘴，在这个位置编织后床，这就是206背面标识。213回转锯加提花吊木。这个功能线主要用于设置提花莱卡的形式。第一列为回转锯，默认为1。第二列就是提花的莱卡吊木形式。这个设置只对全提花有效。莱卡方式有这些。莱卡类型分为半转吊木和1转吊木，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。214系统锁定，这条功能线隐藏的特殊处理比较多，除了锁定系统外，还有包含提花、嵌花、沙嘴的特殊处理等。功能线214有4列，每一列都有不同的功能。第一列，设定系统锁定，对所有的花型有效。在多系统编织时，功能线214第一列设置系统锁定，设置系统锁定的行，在编织这行时，根据锁定的系统编织。1左系统编织加翻针锁定。若填1号色，就表示编织和翻针都使用左系统。2右系统编织加翻针锁定，即编织和翻针都使用右系统。下面两个是针对3系统，意思是一样的。6左系统编织锁定，编织时锁定左系统，翻针可以是任何系统。下面的选项也是类似的，这里只有设定的行才锁定系统。在编译界面里的系统锁定，这就是系统锁定的选项。这些选项是对整个一片有效，不像214需要一行一行设置。这里是针对整体，214是针对局部。第二列针对3个花型，提花设置背面组织，右击选择提花色素，选择提花组织。这就是提花的设置。这里的提花为两色的带。针对嵌花有2类设置。第一类设置机头强制翻针方向。第二类设置先行后行，强行机头翻针方向。若编织过程中有翻针的动作，像这样的翻针，一般情况下，相邻2行的机头方向是相反的。若需要这几行翻针时，机头方向相同，这时就需要机头强制翻针方向。锁定从右向左或从左向右翻针。
在第二列填1号色，从左向右翻针，或2号色，从右向左翻针。强制翻针方向对所有的花型有效。还可以设定嵌花的先行和后行。嵌花拆分模式有局部提花和嵌花的先行后行。若设置的行中有局部提花，那么嵌花和局部提花都有效；若设置的行中只有嵌花，那么只执行选项中的嵌花部分。注意，先行后行只对组合拆分有效，即勾选一行微拟银塔下，就是左侧第一块嵌花是先行还是后行。第3列提花设定提花分组，将在提花章节中做详细的介绍。嵌花普通行，强制机头编织方向，即对嵌花普通行的编织方向做强制的设定。这和强制翻针方向是类似的。若强制机头的方向从右往左或从左往右，像这样的拆分编织，并且这几行的纱嘴是相同的，默认相邻2行的编织方向是相反的。若强行这几行的编织方向都是从左往右，编织后系统会自动剔纱。向右编织16号色回剔纱嘴，接着向右编织第2行，后面以此类推。这就是强制编织方向，对嵌花和普通花型都有效。第4列嵌花打断将会在嵌花章节中做具体的介绍。普通行纱嘴跟随，纱嘴跟随是比较常见的设置，在做夹饰时经常用到。这里简单的做一个夹饰花型。在这行时，3号纱嘴回到左边，在下次使用之前，3号纱嘴停靠在布边的左边缘。如果不对3号纱嘴做处理，3号纱嘴的纱线可能会卷进罗拉。以前会手动插行或做小图，将3号纱嘴凹在布边上，现在可以通过设置纱嘴跟随，在对应的行上填上需要跟随的纱嘴号。这里是3号纱嘴，表示3号纱嘴在编织完这行后，将做纱嘴跟随处理。可以在编译界面设置处理的方式，有纱嘴跟随方式选项，有4种处理方式，根据需要选择处理方式。
这就是做夹设时常用的沙嘴跟水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